乾隆年间，一个汉人大学士只因奏折里写错几个字，就被抄家灭族。两朝元老张廷玉伺候了雍正一辈子，到了乾隆手里被折辱到体无完肤，连配享太庙的资格都差点被剥夺。几百个汉人官员说丢官就丢官，说杀头就杀头，朝堂之上汉臣集体欺声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你以为这只是单纯的满汉歧视？其实根本不是。今天这期咱们拆穿乾隆打压汉臣的底层逻辑，你会发现文字狱只是开胃菜，他真正要做的是把汉人精英彻底定在权力的边缘，让整个朝堂都沦为他一个人的一言堂。说到清朝的满汉矛盾，很多人以为从入关开始就一直这么严重，其实不是。康熙朝的时候，满汉大臣虽然有区别，但至少还能互相制衡，汉臣里也能出明珠。张廷玉这样的权臣到了雍正朝，雍正更是重用汉臣，李卫、田文镜、张廷玉个个都是他的心腹，满汉大臣在朝堂上基本是平起平坐的状态。可到了乾隆这里，风向一下子就变了，他登基没多久就开始一步步收紧汉臣的权力，先是从科举入手，压缩汉人进士的名额，再是从案件下手，动不动就把汉人官员满门抄斩。到了乾隆中后期，军机处、六部这些核心权力部门基本上都是满臣说了算，汉臣就像个摆设，只能站在旁边点头附和，连反对的声音都不敢有。有多夸张？我跟你说几个真实的例子。第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张廷玉，作为雍正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，还亲笔许诺他死后可以配享太庙，这对俺汉臣来说已经是顶天的荣耀了。乾隆刚登基的时候，对张廷玉还算客气，一口一个先生叫住。可等他皇权稳固了，脸色马上就变了。今天说张廷玉年纪大了该退休，明天说他结党营私，后天又说他对皇帝不够忠心。就连张廷玉主动请辞，想安稳回老家养老，乾隆都不放过。一会儿说他急住退休是不顾念皇恩，一会儿说他派儿子来谢恩是对皇帝不敬，直接削了他的爵位，还收回了以前赏赐的所有东西。一辈子谨小慎微的张廷玉，到了晚年被折辱的体无完肤，战战兢兢活了好几年，最后郁郁而终。你以为这只是乾隆跟张廷玉一个人过不去？根本不是，他就是要拿张廷玉开刀，告诉全天下的汉臣，就算你是两朝元老，就算你有先帝遗诏，我想收拾你，照样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收拾。第二个案子就是咱们上一期讲过的湖中藻案，很多人只知道这是文字狱，却不知道这个案子背后其实是乾隆对汉臣集团的一次大清洗。湖中藻是鄂尔泰的学生，而鄂尔泰是满臣领袖，张廷玉是汉臣领袖，两个人在朝堂上斗了很多年，形成了满汉两大党派。乾隆表面上说自己不偏不倚，实际上早就想动手了。他借助湖中藻的诗句大做文章，不仅杀了湖中藻，还顺带把鄂尔泰的侄子鄂昌一起赐死。表面上看起来满汉各打50大板，实际上呢，汉臣这边被牵连的官员多达几十人，罢官的罢官，流放的流放，整个汉臣党派被连根拔起。而满臣那边只死了鄂昌一个，核心势力根本没动。说白了，他就是借文字狱的名义，名正言顺的把汉臣里的骨干全部清理掉，让满臣彻底占据上风。还有更离谱的，乾隆年间有个规定叫做满汉不同罪，同样是贪污受贿，满臣可能只是降职罚俸，汉臣说不定就直接抄家杀头，同样是办事不力，满臣顶多被骂两句，汉臣可能就直接丢了性命。就连科举考试，满人和汉人的录取名额、考试难度都完全不一样，满人随便考就能当官，汉人挤破头才能争到一个名额。你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是当时的汉人官员，每天早上上朝都提心吊胆，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因为一句话、一个字就丢了脑袋。明明自己能力更强，功劳更大，升迁的永远是能力不如你的满人。时间长了，谁还敢有骨气？谁还敢说真话？大家都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，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连半点反对意见都不敢有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难道不知道汉臣里有很多能人吗？他难道不知道打压汉臣会让朝堂变得庸碌无为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但在他眼里，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：皇权绝对集中，满人统治绝对稳固。在乾隆看来，汉人数量远远多过一满人，读书人也大多是汉人。如果让汉臣掌握了核心权力，迟早会威胁到满人的统治。与其等他们壮大了再收拾，不如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压得死死的，不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。而且他还有一层更深的算计，打压汉臣，并不是把所有汉臣都赶走，而是要把他们驯化。他要留下那些听话的、会拍马屁的、甘愿做奴才的汉臣，除掉那些有骨气、有想法、敢个跟皇帝对著干的汉臣，最后留下来的都是不会威胁他皇权的顺民，都是他说什么就做什么的工具人。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。他不是在反对某几个人，他是在改造整个汉人精英阶层的骨气。很多人喜欢拿雍正和乾隆比，说雍正也搞党争，也收拾大臣，但你仔细对比就会发现，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逻辑。雍正收拾大臣看的是你办不办事儿，忠不忠心，不管你是满人还是汉人，只要你能干实事，对他忠心，他就重用你；只要你贪污腐败，跟他对著干，不管你是谁，他都收拾你。田文镜、李卫是汉人，照样被他重用成封疆大吏，
年羹尧、隆科多是满人，照样被他赐死抄家。雍正的打击是对事不对人，是为了推动改革、整顿吏治。可乾隆呢？他的打压是对人不对事，是赤裸裸的身份歧视与权力垄断。不管你多能干、多忠心，只要你是汉人，你就永远进不了权力的核心圈，永远只能做二等人。只要他觉得你有威胁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你除掉。雍正朝的汉臣起码还有做事的空间，起码还能凭本事升迁。到了乾隆朝，汉臣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，剩下的只有战战兢兢和唯命是从。说一个很讽刺的细节，乾隆一边屯命打压汉臣，一边又吹名标榜自己满汉一体。他南巡的时候会接见汉人名绅，写诗的时候会吹捧汉人文化，还编了《四库全书》，说自己在传承中华文明。可实际上呢，他编《四库全书》的时候烧掉的汉人典籍比编进去的还多。他重用的汉臣全都是没有主见，只会阿谀奉承的老好人。他标榜满汉一体，可核心权力从来没有对汉人开放过。说穿了，就是既要打压你，又要让你感恩戴德；既要夺走你的权利，又要让你觉得皇帝对你恩重如山。这才是乾隆权术最阴险的地方。那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说实话，影响非常深远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朝堂能力的集体滑坡。汉臣里有骨气、有能力的，要么被杀了，要么被罢官了，剩下来的都是些明哲保身、只会拍马屁的人，满臣呢。因为有皇帝撑腰，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当大官，自然也不会用心办事，个个都变成了贪图享乐的纨绔子弟。整个大清的统治阶层就这样从能者上、庸者下变成了满人上、汉人下。能力不重要，出身才重要；办事不重要，听话才重要。到了乾隆中后期，整个朝堂几乎找不到几个敢说真话、敢干实事的大臣，大家都在混日子，都在讨好皇帝，都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，社会问题越积越多，可没有人敢说，也没有人敢管。为什么和珅能在乾隆朝成为千古第一贪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汉臣被打压得抬不起头，根本没有人能制衡他军机处、户部、吏部这些关键部门，要么是满臣当家，要么是听话的汉臣摆设。和珅想怎么捞就怎么捞，根本没人管得了。一个国家的权力核心失去了制衡，失去了不同的声音，最后只会越来越僵化，越来越腐败。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盛世，实际上内部早就被掏空了。所以你看，乾隆去世之后没几十年，清朝就急转直下，面对列强的入侵毫无还手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统治阶层早就烂了，满汉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，有能力的汉人得不到重用，掌握权力的满人又没有能力，整个国家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活力，遇到风浪自然一触即溃。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乾隆这几十年对汉臣的系统性打压。他赢了一时的皇权集中，却输掉了整个王朝的未来。回过头看这段历史，其实挺感慨的。站在乾隆的角度，站在满清帝王的角度，他这么做或许没错。巩固统治，维护满人利益，是他作为皇帝的本能。用打压汉臣的方式换来皇权的绝对稳定，在他看来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。可站在整个国家、整个文明的角度，他错得离谱。人为制造族群隔阂，刻意压制大多数人的积极性，把权力关在一小撮人的圈子里，最后只会让整个社会失去活力，让整个文明停下脚步。真正的盛世从来不是靠高压统治压出来的，也不是靠钳制思想进出来的，而是让每个有能力的人都有发挥的空间，让不同的声音都有表达的渠道。当一个朝代开始视人才为威胁，视不同声音为敌人，它的衰落其实就已经注定了。汉臣被压下去了，朝堂制衡被打破了，乾隆的皇权达到了顶峰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叫做和珅的男人也在这片权力真空中快速崛起，从一个破落的八旗子弟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巅峰。他到底有多会揣摩圣意？他揽财的手段到底有多夸张？为什么乾隆明知道他贪，却始终舍不得杀他？下一期咱们就来揭开和珅的发家史，这个被称为千古第一贪的男人到底是怎么把乾隆拿捏得死死的？喜欢这种深挖权力底层逻辑、讲透历史与人性的内容，记得订阅微观人间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不讲教科书里的套话，只扒最真实的历史细节与权谋逻辑。后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慢慢聊。